第101章可能。霍纳奇斯山脉主峰的夜之国信仰夜的主宰，天之母亲，这和黑夜魔狼弗雷格拉存在一定关系，所以我听见的虚幻一语才是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黑夜魔狼弗雷格拉这位古神和女神又有什么关联？按照罗塞尔的说法，序列灵等于真神，每个序列只有一个序列灵。女神继承的正是黑夜魔狼的权柄，她并非最古老的神灵，并非自称的造物主一只眼睛。这倒是有一个不算证明的侧面线索，生命学派的人崇拜月亮，崇拜造物主一只眼睛演化而成的绯红之月，但却不信仰黑夜女神。克莱恩一下联想到了许多事情，操纵世界斟酌着开口，没有别的内容了吗？没有了。魔狼之王弗雷格拉的事情在白银城也属于神话传说。太阳戴里克认为自己近乎于没做回答，颇有点不好意思的提议道，世界先生，你可以换一个问题。小太阳，你太耿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克莱恩让世界嘶哑着说道，你的诚实和守信让人印象深刻。我之前遇到了一位非凡者，他可以自由的在肉体与灵体间转换，并能意识活尸。你知道这属于哪条途径，哪个序列吗？虽然太阳在神器之地，在白银之城，不可能和鲁恩王国的首都贝克兰德产生联系，但克莱恩谨慎为上，还是将只带沙伦小姐的他改为了他。对了，他并非高序列强者。世界低沉补了一句。太阳戴里克认真回忆了下课本上的内容，如果不是高序列强者，那就可以排除不死鸟途径。克莱恩故意让世界表现出了一定的诧异。参加了这么多次聚会后，太阳戴里克已非常清楚，在序列途径上，白银城的习惯称呼和正义小姐等人的描述有一定出入，所以并不奇怪的解释道，就是主宰死亡，部分掌控着灵界的那条非凡途径。他的序列9是收尸者，原来是死神途径。这么看来，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就是远古死神。克莱恩姿势不变地坐在青铜长桌最上手，操纵着世界点头道，我明白了。你继续。太阳戴里克当即回答道，我能想到的只有2个可能，一是特殊的恶魔，正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不同种族演变而来的恶魔各有不同，其中就存在肉体和灵体能自由转换的类型，但这相当稀少，而且未必能意识活尸。人类可以吗？世界反问道。不行，至少我不知道有类似的例子。太阳戴里克诚实的说道。那第2种可能呢？克莱恩回想了下沙伦小姐平时和战斗中的表现，而世界随之改变了坐姿。戴里克严肃的回答道，一种，这不是指怪物吗？世界沙哑着反问道。克莱恩清楚的记得阿兹克先生曾经提过，一种是指受诅咒的人类的统称，因为诅咒的不同，异种们形成了不同的种族。他们平时和人类一样，但心里始终潜藏着扭曲的被压抑的欲望，等到特定的场景出现，或者被特定的事物刺激，就会爆发，就会变成怪物，肆意的满足杀戮、嗜血等渴望。他们每爆发一次，就会冷酷一点，最终完全失去作为人类的正面情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狼人。太阳戴里克坦然点头道，而从人类里分化出去的各种怪物不是诅咒，而是某些非凡特性带来的负面影响。端坐浓郁灰雾中的愚者克莱恩发现这和阿兹克先生的描述有所不同，这就是大灾变之前对异种的认识，白银城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对南北大陆的非凡者而言都相当宝贵啊。克莱恩愈发认识到了神器之地的特殊。这时戴里克继续说道，一种具备的那些特性恰好形成了一条非凡途径，所以正常的人类通过服食魔药也能变成一种途径。这是指哪条？对应的序列9叫什么？克莱恩颇感好奇的让世界问道。太阳戴里克也没在意这是对方的第几个问题，将他是做了必要的补充。在白银城，对应的序列9叫做囚犯，心是身的囚犯，身是世界的囚犯，这代指被束缚的疯狂和被压抑的欲望囚犯。这条途径掌握在玫瑰学派手上，他们以血腥祭祀闻名，崇拜所谓的被缚之神。沙伦小姐看起来不像是这么冷酷这么滥杀的人啊。等等，马里奇好像是在被某个势力追索，他和沙伦小姐是玫瑰学派的叛逃者，为了不变成疯狂的邪教徒而叛逃。克莱恩有所猜测的让世界说道，你的回答我很满意。交易完成，接下来几位成员分享起了见闻和消息。克莱恩则在灵性消耗殆尽前及时结束了这一次的塔罗聚会。
等到灰雾之上重归于平静，连个假人都没有，他开始往返于这片神秘空间和现实世界，将万能钥匙带到了古老宫殿内。虽然我从罗塞尔的日记推断学徒这条途径大概率没有序列0，但还是不能莽撞，序列1和序列2说不定都能有效的进行隔空反击了。而且万一真有序列0呢？不能拿生命去赌博。克莱恩缓和了一阵，书写下占卜语句。它的来源紧接着，他握住了万能钥匙，以免他这个代称指向错误。后靠住椅背，克莱恩默念着占卜语句，逐渐进入沉眠。灰蒙虚幻支离破碎的天地里，他看见了一个摇曳着诸多烛火的青铜灯架，灯架四周似乎是个密室，没有一点外来的光芒，摆放着长条桌、黑色铁锅、玻璃罐子、棕色笔记等事物。一个穿黑色古典长袍的年轻男子立在长条桌前方，直愣愣地看着手中的药剂。先祖们，我要踏上超凡之路了，我一定能再现亚伯拉罕家族的荣光。他喃喃自语着，喝下了那瓶药剂。他脸庞的肌肉旋紧扭曲，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豁然之间，他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掐着自己的脖子。短短几秒之后，他撕碎了衣物，褪掉了表皮，变成了一个浑身血淋淋的怪物。砰！血肉炸开，每一块都似乎具备了生命力，不断往这四周攀爬，留下了腐蚀的痕迹。最终，他们没能离开密室，慢慢归于了沉静。点点光辉聚集，与一根断指结合，化成了形制古朴的黄铜色泽钥匙。与此同时，克莱恩看到衣物碎片里有一块镶嵌着钻石的银色怀表。梦境随之结束，他睁眼望向前方，叹了口气道：真是的，说要恢复亚伯拉罕家族的荣光，结果第一步就失败了。成为序列9也有一定的风险啊。亚伯拉罕家族是第4纪图铎王朝的大贵族，据说掌握着学徒这条非凡道路，但很可能不完整。克莱恩回忆着刚才看见的画面，手指轻敲起长桌的边缘，自言自语般道：说的是鲁恩语，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流行在怀表上镶嵌纯粹的钻石而不附加别的宝石，是最近10年的事情，有空再去一趟丰收教堂，问问乌特拉夫斯基神父从哪里获得的万能钥匙，或许能找到些线索。就在克莱恩准备离开灰雾之上时，象征魔术师的虚幻星辰有了膨胀和收缩。这是福尔斯在请求举行献祭仪式。福尔斯原本不会带那么多现金在身上，但他之前正准备参加非凡者聚会，所以专门留了500磅，看能否买到想要的物品。谁知道相应的聚会却因为局势问题取消了，如今正好用来支付钥匙配方和扮演法的报酬，总共430磅。看见光幕出现，看见投入进去的纸币消失，福尔斯怔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诚心诚意的感谢起愚者先生。钥匙配方卖给格莱林特子爵就300磅好了，不能太贪心，这会破坏长久合作关系的。奥黛丽小姐那里暂时不去管，她有希望接触心理炼金会，直接获得对应的配方确实不行，我再到塔罗聚会里求购。得观察扮演法有没有效果了，如果有，就考虑怎么向愚者先生祈求的问题。修这个笨蛋，平时就在做仲裁人，不知不觉就符合了扮演法的要求。福尔斯遥想起了未来，拿到430磅报酬的同时，克莱恩也收到了正义小姐的祈求。他说，如果愚者先生的卷者不再需要现金，他可以用搜集罗塞尔日记的承诺换那200磅钞票，务必让愚者先生满意。我很满意，只差几十磅，我就有1000磅了。克莱恩婉拒了正义小姐的好意，接着他又忙碌地帮太阳同学唤醒了七神资料的记忆。做完这一切，克莱恩疲惫地回到现实世界，拉开窗帘，重新翻看起连环杀人案的卷宗，寻找那只可能存在的动物。第102章重返丰收教堂。白银之城，逼仄的房间内，太阳戴里克伯格坐在床边，安静地回想着这次得到的七神资料。那完全没听说过的神灵名称，那似是而非的远古神话，都在给他昭示着一个与白银城所处区域截然不同的新世界。那是一片没被神遗弃的大地，或者说被星神庇佑着的大地。戴里克没有额外动作的坐在黑暗里，窗外时不时就划过闪电，带来强烈的光芒。他慢慢将思绪集中到七神分别掌控的权柄上，并与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等古老神灵进行对比。所谓的战神很接近巨人王奥尔米尔，风暴之主的权柄与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类似，
黑夜女神则似乎是魔狼之王弗雷格拉和吸血鬼始祖莉莉丝的结合。永恒烈阳、大地母神、知识与智慧之神、蒸汽与机械之神都找不到相似的。关于神话传说，我上课的时候听得不够仔细，遗漏了很多地方。趁这段时间没有巡逻任务，去尖塔图书馆翻一翻资料。戴里克豁然站起，想到就做。他的问题也是白银城绝大多数居民的问题。接受通识教育的时候，重心都在恶魔学、怪物分类学、符咒学、超凡基础等实用课程上，都在能用来对付黑暗深处怪物和增加食用植物产量的知识上，而听神话学等辅助科目时，往往不够专心。要不是白银城的历史能让居民们更加团结，提高大家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六人议事团在这方面抓得很严。戴里克相信自己顶多能记得最近20-30年内发生的事情。提上那把飓风之斧，戴里克走出了家门，沿着干净朴素但古老斑驳的石板路，一直走到了城北的双子塔外。那双子塔一座尖顶，是白银城的图书馆、功勋兑换点和生活物资发放处；一座圆顶，属于六人议事团，属于传闻里支撑着白银城2000多年岁月的神奇物品，属于配方和材料仓库。进了尖塔，戴里克直奔3楼，根据印象找到了摆放神话资料和相应古籍的书架。他刚看中一本涉及创世神话的典籍，正打算抽出，却发现一只五指修长、皮肤白皙、形态好看的手掌抢先一步，拿走了那本图书。戴里克循着手臂望去，只看了一眼，就低下脑袋，以手按胸，沉声问候：“你好。”洛威亚长老拿走那本典籍的正是六人议事团成员，牧羊人洛威亚。洛威亚身穿绣有诸多神秘指纹的黑色长袍，银灰色的头发茂密但带着点卷曲的披着，他脸庞光滑白嫩，眉眼大气艳丽，看起来也就30出头，一双淡灰色的眼眸仿佛能洞穿灵魂。面对戴里克的问好，洛威亚轻轻点了下头，没有多说什么，沉默的拿着那本典籍离开了2排书架之间。洛威亚长老似乎变正常了，不像之前总是在不同的状态间没有规律的切换，有时哭泣，有时冷笑，有时怒哼，有时漠然。戴里克下意识便闪过了这样的念头。突然他莫名有些害怕，因为洛威亚长老正常了。翻看完全部卷宗，克莱恩都没有找到关于动物的记载，明显看得出来当初的调查忽略了这个问题。得记住之前的想法，不能鲁莽的自行调查。先不提我有没有足够的特殊规避恶魔对危险的预感和把握，光是可能遇上负责的职业者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我的目标一直是做辅助，分析案情，提出猜测，判断线索的真假。克莱恩思考着自己该怎么做的问题。了解恶魔的能力后，他暂时不敢把调查之前几位嫌疑人是否有宠物的事情交给斯图亚特，这有不小的可能害死对方。现在只是初步的没有指向性的排查，斯图亚特应该不会遇到什么事情。恶魔不是极光会那群疯子，不会主动的暴露自身。明后天斯图亚特肯定就可以提交报告了，也许里面有藏着别人无法察觉的线索。克莱恩站了起来，双手插兜的在起居室内来回踱步。他现在为难的问题是怎么让调查案件的主力们将动物也纳入视线。直接提肯定不行，那会引来怀疑，暗中引导的太明显也一样。我不是观众，没这方面的非凡能力啊。克莱恩仔细思考，认真推敲，终于确定了方案。他抽出信纸，握住钢笔，刷刷写道：尊敬的斯坦顿先生，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之前侦探们讨论的时候，都认为凶手杀人的动作很娴熟，看不出生涩的痕迹，非常老练，相信这不可能是天生的，必然有丰富的经验做基础。比如医学院的外科学生，比如肉店的屠夫，我当时借此猜测他以前或许做过类似的案子，这是调查的一个方向，也是我目前关注的重点。但经过这2天的反复思考，我认为这是不完备的。也许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取经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他用可怜的动物练手？活着的不同种类的动物，每天在贝克兰德死去的动物无法统计，消失在下水道深处的更是没人知晓，这是很好的练习对象。以上是我不成熟的一点看法，希望与你交流。夏洛克·莫里亚蒂。克莱恩没有直接提凶手可能是恶魔化的动物，另外找了个练手的理由，希望艾辛格·斯坦顿借此注意到被忽视的动物世界，从而提醒负责的官方非凡者。写着写着，他自己忽然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
那个恶魔之所以一直没被抓获，是因为他大部分时候在猎杀动物，而动物猎杀动物并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就这样吧，希望能给他们带来灵感。克莱恩折好信纸，穿戴整齐的去接尾油桶投递。15分钟后，于尔根律师看着凸堵窗外一趟又一趟路过的夏洛克侦探，终于忍不住打开大门，礼貌询问道：“莫里亚蒂先生，你忘带钥匙了？”算是吧。克莱恩挤出笑容道：“不如到我家做客，等用过晚餐，天黑之后你再回去。我知道的。”你们私家侦探非常善于攀爬。于尔根表情严肃的邀请道：“这也行。”克莱恩愣了一秒，真心诚意的笑道：“这是我的荣幸。于尔根律师的奶奶可是有大厨水准的，而且还能顺便撸个猫。”天色全黑之后，吃饱喝足的克莱恩在家里休息了一会，拿着手杖离开了明斯克街。他打算再去大桥南区的月季花街一趟，找乌特拉夫斯基主教问清楚万能钥匙的来历。借助补杖法，他顺利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抵达了丰收教堂，按照上次的路线潜入。但是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今晚并没有在教堂大厅忏悔，安静与昏暗之中只得一排排座椅休息了。克莱恩略感疑惑的往大厅后方的生活区域行去，刚绕过拐角，他忽地发现高大宛若巨人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正沿着地下室的阶梯往上，那里的沉重石门则被人拍得砰砰作响。他把谁拘禁到了地下室里？克莱恩瞬间联想到了一系列不太健康的新闻。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抬头看见做着之前那种伪装的克莱恩，也颇感诧异，愣了下问道：“你还没找到回家的路？我看起来像迷路这么久的人吗？”克莱恩扯出笑容道：“神父，我没有迷路，你认为那份配方是假的？不可能啊！”乌特拉夫斯基主教皱起眉头，停在了阶梯半途。这样一来，他就和克莱恩等高了。不，那是真的。克莱恩诚实回答。就在这时，地下室的石门又被拍响，越来越激烈，并伴随着放我出去的男性嗓音。这是？克莱恩忍不住问了一句。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温和笑道：“一位吸血鬼。”他话音刚落，地下室内那位男子就高声喊道：“吸血鬼怎么了？吸血鬼就应该被你关在这里，就应该每天听你唠叨，听你诵念经卷。呸！我是高贵的血族，不要用这么粗鄙的称呼描述我。我告诉你，我崇拜月亮，绝对不会改信大地母神。放弃吧，你这个可恶的神父。”克莱恩还是第一次遇见真实的吸血鬼，忍不住问了一句：“神父，你在哪里抓到他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表情颇为古怪的看了克莱恩一眼道：“他是万能钥匙的原主人，有一天他迷路走进了这座教堂。”克莱恩认真思考起以后要不要随身携带万能钥匙的问题。还好我会占卜，他庆幸的想到。刚好他当时进入了渴望鲜血的状态，被我发现了异常。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微笑补充道：“呸，别给我提鲜血，我需要的是美丽的少女的鲜血，不是你这个肮脏的老头子的血。”地下室内的吸血鬼突然暴躁，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一点也不生气的解释道：“他渴望鲜血的时候，我会弄点我的血给他。”克莱恩点了点头，仔细再看，发现地下室的沉重石门上铭刻有生命圣徽和诸多神秘符号，形成了完整的封印。到了白昼，祈祷的人变多后，恐怕连声音都传不出来。克莱恩做出了初步的判断。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这时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开口询问道。克莱恩坦然回答：“我想知道万能钥匙最早来自哪里。”那你得问他了。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指了指地下室，里面的吸血鬼突然安静，旋即悠然笑道：“朋友，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前提是你先把我解救出去。”第103章不做没准备的表演。这还真是敢开价啊！听到吸血鬼的要求，克莱恩简直又好气又好笑。他望了前方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一眼，思索着问道：“神父，我能借一下你的蜡烛吗？”“就是上次那根，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乌特拉夫斯基主教还未来得及回答，地下室内的吸血鬼已愕然出声道：“你想做什么？你想做什么？”这时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温和开口了：“他叫星眼蜡烛，你借他做什么？”“神父，你很配合嘛，还知道询问用处。”克莱恩嘴角上翘道：“我打算利用它，直接去里面那位朋友的心灵最深处询问。你知道的，我在这方面有些特殊的天赋，很擅长做类似的事情。”他话音未落，地下室内的吸血鬼已高声喊道：“
混蛋，放弃你的想法，这么对高贵的血族是要受诅咒的。喂，我说，我告诉你万能钥匙的来源。克莱恩顿时轻笑了一声，很感谢你的配合，哼，肮脏老头子的朋友果然也不是好人。作为一名血族，我只是去医院偷采血瓶里的血喝，已经非常克制了，为什么要被关在这里，每天听那啰嗦的苍蝇般的生命圣经？地下室内的吸血鬼愤怒地抱怨了一句。坦白的讲，如果你真像自己话语里描述的那样，而且遇到的是我，那我顶多告诫你2句。可惜，你迷路进这座教堂的时候，对面是位曾经杀人如麻、酷爱战斗，现在虔诚悔过、狂热于信仰的神父，这只能说你的运气不太好。不过，乌特拉夫斯基主教的病情已经痊愈，应该不会真正的伤害你，顶多把你拘禁在身边。克莱恩无声回应了几句。地下室内的吸血鬼顿了几秒道：1个多月前，我去南区医院偷采血瓶喝，结果遇上了一个小偷，他原本想进入医院的财务室，谁知道迷了路，打开了血库的门，被我当场抓住，他用的就是那把万能钥匙。他告诉我，这是他之前潜入某栋房屋偷窃的过程里发现的，同时得到的还有一块镶嵌钻石的怀表。在地下室内，他最初以为那把钥匙对应着某个房间或者某个保险柜，一一试了过去，结果发现全部都能打开，这对一名窃贼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惊喜。之后他屡次得手，直到被我抓住没收了钥匙。我当时竟然没想到那把钥匙会让人迷路，很符合我占卜看见的画面。不过这万能钥匙是不是有诅咒啊？前任主人因为迷路被拘禁了起来，前任主人也因为迷路被人当场抓住。也许我真的得把它丢到灰雾之上，有需要的时候再取出，不过这样相对就麻烦了很多，也许会耽误事情。克莱恩控制着表情的变化，不急不慢地问道。那窃贼有说他是在哪里偷到的吗？地下室内的吸血鬼嘟囔道。你在怀疑我的智慧？我怎么可能不问这件事情？他说是在大桥南区河湾大道48号。我原本打算有空去探查一下，结果，该死！好了，我回答完了，不要再打扰我了。克莱恩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慢悠悠掏出了一枚1/2便士面额的铜币，低声念诵道：他在撒谎。7遍之后，眼眸转身的克莱恩怔地弹起硬币，看着他翻滚旋转，落于掌心。这一次，人头朝上，表示肯定，也就是说，吸血鬼在撒谎。小偷讲述的内容和我占卜看见的画面有多处吻合，彼此印证，应该不是假的。吸血鬼肯定是在具体的地址上撒谎了。克莱恩看向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低笑道：他撒谎了，让我想想，他为什么要撒谎迁怒和报复我这个没什么关联的人，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也很不利于他的处境，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求救。那个地址很可能属于他的同伴。神父，你不打算去看看吗？地下室内顿时彻底无声，过了好几秒，那吸血鬼才哈哈笑道：我只是单纯的不愿意这么简单就告诉你，你刚才威胁我，我撒谎报复你，不是很正常吗？我听出了强行镇定的感觉。克莱恩笑了笑道：那么真实的答案呢？再撒谎的话，我不介意把这个地址投递给3大教会，就说和最近的连环杀人案有关。人类真是恶毒啊！那吸血鬼咬牙切齿般的叹息了一声。大桥南区威尔迪街32号，克莱恩又抛了次硬币，得到了对方没有撒谎的答案。看来吸血鬼没有干扰占卜的能力。回头再去灰雾之上确认一下。克莱恩以手按胸，对着地下室的沉重石门弯腰行了一礼，感谢你的配合。地下室内那吸血鬼没好气的回应了一声。就在克莱恩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忽然又高声喊道：记住，我叫埃姆林怀特，记住，我叫埃姆林怀特。记住你的名字做什么？我又不打算救你，没准备，没主场优势，我可打不过乌特拉夫斯基神父，而且他还有回输鲜血的神奇物品。难道这个吸血鬼的同伴会悬赏找人？他希望我出卖这个情报？克莱恩怔了一下，什么也没说的走出了丰收教堂，随意找了个僻静无人的地方，他解下左腕袖口内的灵摆，就现在去探索威尔迪街32号这件事情做了次占卜。他得到的答案是有一定危险，但不算太高。有一定危险，危险在哪里？会是什么类型的危险？克莱恩认真分析了下，怀疑失控而死的那个学徒，因为强烈的怨念，
变成了鬼魂类怪物，而且还是相对比较强的那种。也不对，那小偷明明什么事情都没遭遇，就拿着万能钥匙出来了。难道危险在房屋内另外的隐秘地点？克莱恩仔细思索了一下，觉得自己最好做足准备再去那里，免得遇上目前非凡能力难以对付的敌人，却找不到办法。至少得等我买到可以净化怨魂幽影的子弹后。他微微点了下头。有了这样的考虑过程，再结合上次与黎明骑士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打斗的经历，克莱恩忽然觉得自己隐约能总结出魔术师的第一条守则了：不要在没有准备的时候表演，那样大概率穿帮。克莱恩默默补了一句。周二早晨，克莱恩准备好黄油，烤了2片面包后，没急着用餐，开门从信报箱里取出了今天份的报纸。有封信。他将夹在了报纸里的信抽出，边返回餐厅边瞄向表皮。斯图亚特寄来的，看来他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调查。克莱恩微微颔首，扯开信封，抖甩纸张，一边阅读一边坐到了餐桌旁边。斯图亚特声称那2名嫌疑人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一个守着杂货店和老婆孩子，死气沉沉的过着日子；一个忙碌于各种临时工作，为维持生活而奔波劳累。他们不暴躁，没斗殴的冲动，也不存在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内的事情。信的末尾，斯图亚特感慨了几句东区的恶劣状况，发誓要攒够钱，不在年老后沦落到那里。感谢你的帮助，后续如果有别的线索，我会与你分享。见对方没能发现有用的痕迹，克莱恩只简单回了封信，不让他更深层次的牵扯入这个案子，免得被恶魔察觉到危险，提前扼杀掉隐患。放好纸笔，克莱恩拿起片黄油已经渗入进去的面包，就着红茶和报纸，悠闲的度过了早餐时光。这个过程里，他比较遗憾的一点是，智慧之眼老先生那个非凡者聚会还没有举行的迹象。那个恶魔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贝克兰德非凡者们的生活，希望艾辛格斯坦顿先生能察觉我的提示，有所收获。他应该是官方认证了的非凡者。克莱恩放下报纸，拿起餐巾擦了擦嘴，收拾着准备出门。他今天的安排是上周就计划好的，去王国博物馆参观罗塞尔纪念展。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穿了身大胆运用蕾丝的浅色长裙，披了条雪白的皮毛，等待着贴身女仆安妮帮她戴上镶嵌着珍珠、垂下了细格薄纱的软帽。她的身旁，苏茜蹲在那里，脖子上被绸缎扎了个蝴蝶结。我美丽的小公主，你这是准备去哪里？霍尔伯爵从楼梯下来，摩挲着自己那2撇漂亮的小胡子问道。奥黛丽眼眸明亮的回答道：爸爸，我打算去看罗塞尔纪念展，看一看罗塞尔大帝日记的原本，找机会给愚者先生弄一些。他在心里补充了一句。霍尔伯爵沉吟了下道：为什么要今天去？人会很多，场面会很乱。我找人和蒸汽交汇那边协调一下。正式展览结束后，专门为你和你的朋友多开半天，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安静的不受打扰的参观了。如果你有想近距离仔细欣赏的事物，可以直接和他们商量，这样似乎更好。我可以直接翻看这次展览里的日记了。奥黛丽提了下裙摆，行了一礼，感谢你，英俊的霍尔伯爵。第104章罗塞尔纪念展。西区国王大道2号王国博物馆。虽然这不是周末，但克莱恩抵达的时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根据报纸和杂志的描述，他知道这个世界的中产阶级娱乐方式较少，看报纸、读小说、听歌剧、音乐会、打网球和壁球、欣赏各种戏剧、举行或参加宴会舞会外，就只剩下逛公园、看展览和外出度假3个选项。而由于罗塞尔大帝的影响，年假在这个阶层已经是较为普遍的现象。9点整，戴半高丝绸礼帽，拿黑色手杖，穿双排扣那只长礼服的克莱恩拿着门票，跟着前面的人们一步一步地进入了博物馆。这里有一个分流，不同的讲解员各自领着一部分参观者踏上了不同的通道。克莱恩和10几20个人跟在一位容貌姣好的女性身后，听着她介绍罗塞尔的生平。这对身为半个历史学家的克莱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无聊地确认了下钱包的位置。因为财富激增达到了952磅，距离1000磅只有1步之遥，所以他的皮夹已经装不下这么多的现金，只能选择性的携带其中一部分。剩下的那些，克莱恩不放心他们没保护的待在家里，
于是全部丢到了灰雾之上。走着走着，他们进入了第一个展厅。那位女性讲解员语气兴奋地说道：“各位，这里都是罗塞尔大帝的日常生活物品，你们看，那是他盖的天鹅绒被子，那是他用来喝葡萄酒的镶金玻璃器皿，那是他用过的抽水马桶。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抽水马桶，连用过的马桶都被拿来展览。”克莱恩忽然有点同情罗塞尔，随即他望向了玻璃墙后面的那个抽水马桶，发现它正闪烁金色的光芒，表面似乎有一层金箔，并雕刻着繁复浮夸、颇具艺术感的花纹。真是奢侈啊！克莱恩不再同情罗塞尔，和抽水马桶只隔了一层玻璃的是罗塞尔的日常服装，包括袖口、领口有百褶装饰的衬衣等。看得出来，那位女性讲解员对英蒂斯的服装文化相当赞赏。日用展览厅之后是罗塞尔颁布过的那些重要文件的原稿，包括民法典等价值极高的历史文物。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女性讲解员指着一个展柜道：“这是罗塞尔大帝遗留的其中一本笔记，上面使用的是他独创的神秘的、至今没有被人破解的符号。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认为，这些笔记记载的应该是罗塞尔大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作为一个浪漫的人，我也有我自己的猜测。或许这是罗塞尔大帝与他最心爱的那个女人约定的符号，他们互相记载彼此，却永远没法真正在一起。你很适合写小说。”克莱恩嘴角抽了一下，视线随之转向展柜里摊开的那本笔记，上面是他熟悉到极点的简体中文。3月6日，妈蛋，这里的食物吃得我快便秘了。3月17日，英蒂斯的夫人们都是这么开放吗？到底是我上了他，还是他上了我？总感觉有些怪怪的。3月22日，到挑选信仰的时候了。一边是永恒烈阳教会，一边是工匠教会，我的选择毫无疑问，赞美你，万机之神。总有一天，我要让工匠教会改成机械神教。果然很浪漫，浪漫的便秘。这应该是罗塞尔大帝穿越早期的日记，没一点有价值的信息。他的字比我还丑。克莱恩收回目光，啧啧了几句。当然，他只看到了摊开的那2页。其余还有什么内容，不得而知。不知道这里的警备措施做得怎么样，有没有机会偷偷潜进来翻阅一遍？克莱恩环顾四周，发现明面上的安保人员那是相当多，也许还有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非凡者。他嘀咕一句，跟着那位女性讲解员混在一群人中间，进入了下个展厅，那里叫做温情的罗塞尔。这是罗塞尔大帝写的第一封情书，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情诗。当你老了。女性讲解员目光发亮的指着展柜里的手稿道：“无耻，叶芝的棺材板快按不住了。”克莱恩不由在心里腹诽了2句，这是他自己制作的手链，这是他写的小说的原稿。那位女性讲解员用异常崇拜的口吻介绍道。克莱恩努力不让自己的表情有任何变化，当然，他也相信非凡职业里有工匠这一栏的罗塞尔大帝肯定具备很强的手工活能力。这是他为教育子女改进的基础教育课本。每个单词都有对应的图画，这是他为自己孩子发明的小游戏，与英蒂斯象棋类似，但不知为什么下法并没有流传开来。这是他发明的积木玩具，也是给他孩子的。女性讲解员不知不觉带上了几分温情的说道：“这 TM 不就是象棋吗？而且乐高要找你收版权费的。”克莱恩只能上翘嘴角，以此掩饰别的情绪。他一眼扫过，发现这个展柜的前方立着位高度超过1.7米的女子。这位女士有一头长及腰间的栗色头发，身材比例非常好，既不胖也不瘦。她穿着少女风的黄色蛋糕裙，却戴着黑色的老气软帽，细格薄纱垂下，遮住了她的脸庞。她立在那个展柜前，一直凝望着里面的物品，许久都没有离开。等到克莱恩他们跟随讲解员去了下个展厅，她依然未改变姿势。又过了几个展厅，那位女性讲解员指着前方道：“接下来你们将看见的是复原的罗塞尔大帝书房，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说话间，克莱恩等人进入了展厅，眼前豁然开阔。这里几乎变成了一个图书馆，四周是一排排书架，高至2层楼的书架，它们下方有楼梯，彼此间有通道，形成了立体的书籍乐园。可以想象，这里的主人曾经沿着楼梯爬上爬下，寻找想要阅读的那本书籍。讲解员描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不，罗塞尔肯定会让仆人去找，而非亲自。克莱恩默默地反驳了一句。位于那一排排书架中央的有书桌、椅子、
黄铜灯架等事物，它们都被玻璃罩着，不与外界发生接触。克莱恩一眼看去，就发现了一叠手稿，纸张色泽泛黄的手稿。那叠手稿并没有摊开，让人只能看见首页的内容。上面描绘着一个长方形的物品，并附有详细的说明。这是电报机的便携化小型化应用，可以通过它连接到持有同样物品的人，收发彼此想交换的消息，甚至直接通话。这需要更好的定位。我认为我们可以大胆的将目光投向天空，那里没有阻碍，可以更好的传播信号。大帝，你连手机都不放过。克莱恩忍不住伸手捂了下脸孔。这时，讲解员介绍到了那叠手稿，他们记载的是罗塞尔大帝的奇思妙想，记载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化为现实的发明，记载的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光辉。克莱恩没去细听吹捧的话语，随意打量起了别的事物。忽然，他发现桌上一本硬壳图书里夹着张书签，书签裸露在外的部分描绘着小孩随手乱画般的图像。罗塞尔大帝并不擅长画画啊！克莱恩刚在心里嘲笑了一句，就突地想起了一件事情。罗塞尔曾经将一张亵渎之牌伪装成书签，夹在了某本图书里。会是这张吗？克莱恩不着痕迹地仔细观察了几秒，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也是，大帝说亵渎之牌反占卜反预言，正常情况下根本发现不了它的特殊。如果那么简单就能辨认出来，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肯定早已拿走。克莱恩移开视线，打量别的图书，发现有不少册都夹着一张书签，而这些书签形制各不相同。他沉吟了一下，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脸部肌肉，好奇问道：这都是罗塞尔大帝看过的图书吗？抱歉，我的意思是，这都是原本的那些书吗？女性讲解员肯定点头道：是的，这些都是当初罗塞尔大帝书房内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图书、手稿、书签、灯架、墨水瓶。不过，更多的东西已毁在了几次冲突里。克莱恩轻轻颔首，再次审视起那些书签。罗塞尔在日记里提过，他要把那张亵渎之牌夹在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内，让所有人都想不到那本书里最有价值的其实是一张不起眼的书签。这些图书哪本是很有价值的呢？克莱恩回忆着日记的细节，以此进行排除。辉煌时代不像，英第四王国史不像，北大陆地理志这个有一定可能，但不高。蒸汽机械的改进原理同上。克莱恩一一扫过，目光忽然停在了最早看到的那叠手稿上，那里记载了罗塞尔想发明却没条件发明的地球物品。那里同样夹着一张书签，上面描绘着罗塞尔身穿皇帝服饰的样子。第105章验证之法。剽窃手稿不，创意手稿应该算是很有价值的书籍了。这张会是亵渎之牌吗？克莱恩心头一动，轻叩牙齿，悄然开启了灵视。然而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随即扫过别的书签，获得的依然是同样的答案。也是，如果那么容易就能察觉，也轮不到我来这里笑想。克莱恩关闭灵视，重新用从罗塞尔日记上知道的细节和那位大帝呈现出来的性格进行排除。根据他的认识，既然罗塞尔说了夹着亵渎之牌的书很有价值，那他就不会太普通，否则无法满足那种强烈的恶趣味，用许许多多价值很高的知识来衬托不起眼的书签，让获得者无形中遭遇戏弄。所以，有价值但不高的书籍可以不做考虑。这么一来，克莱恩环顾四周，仔细辨别，完全没听讲解员在说什么。综合判断，整间书房内符合条件的好像只有那份创意手稿，其他的价值也就只能说一般。以罗塞尔的性格，肯定不会挑选他们。罗塞尔是那种我就要把秘密藏在最显眼的地方，可你们怎么都发现不了的人。克莱恩边想边给大帝配了个略的表情。当然，他不可能就此肯定那张书签是亵渎之牌伪装的，因为罗塞尔拥有的具备很高价值的书籍显然还包括神秘学领域的著作，而这部分图书，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是肯定不可能拿出来展览的。必须先确认是不是亵渎之牌，再考虑要不要行动的问题。可惜啊，1月20号这个日期无法用来排除，没谁知道每张书签分别是哪一天被加入图书的。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转而望向停下来的讲解员，微笑问道：放在书架里的那些有像这样夹着事物吗？比如某位贵族夫人写给罗塞尔的纸条。这个问题让不少男士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那位女性讲解员则摇头道，不，没有，夹着额外事务的书籍都被挑出来放在了这里，便于所有人观看。这只是复原罗塞尔大帝的书房，而不是复原书房的某个时间点，不需要维持一定的状态不改变。克莱恩顿时笑了笑道，明白了，这真是让人失望啊，这简直太好了，整个展厅需要验证的书签只有1张，难度直线下降。他欣喜的在心里补了一句。讲解员介绍罗塞尔最爱阅读的图书时，克莱恩又一次环顾四周，观察起这个展厅的整体布局。为了还原100多年前的那个房间，这展厅的四周没有煤气灯，照明主要依靠的是几米外有铁栅栏的凸镀窗和天花板上垂落的巨大水晶吊灯。至于书桌上的黄铜灯架，并未安放蜡烛，纯粹只是做个摆设。克莱恩眺望凸镀窗，看见了外面枯黄且凋零的草坪和一根笔直的铁黑色灯杆。他记了下位置，重新将视线投向女性讲解员介绍的图书，脑海内则开始分析起窃取计划的可行性。一个前提是，根据罗塞尔的意思，各大教会和身为王室的各个古老家族都不愿意看到他散播亵渎之牌，破坏1000多年来的稳固秩序。所以，如果我是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大主教，那我会直接放火去烧罗塞尔遗留的所有物品。如果亵渎之牌能就这样被彻底毁去，那结果完美符合了神灵的想法。要是亵渎之牌难以被破坏，烧完之后，他必然将暴露出自身的异常。既然罗塞尔遗留的物品都还在，那就说明他必然用某种方式让所有人，包括神灵，都相信他把所有的亵渎之牌送出去了，没留下任何一张。当然，不排除某些教会或某个古老家族试图依靠亵渎之牌来补完本身需要的某条非凡途径，但这个可能非常小，因为这就给了罗塞尔合纵连横统一战线的机会，根本没必要走到散播亵渎之牌破坏秩序这一步。那样的话，他的日记会呈现出一定的信心和相应的担忧，绝对不可能只剩悲观。只想着依靠那个古老的隐秘组织，再加上100多年过去了，保管这些遗留物品的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已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的补益性搜索，所以几乎不会有谁还相信亵渎之牌藏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个展览的安保级别不会太高，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贝克兰德都被那个连环杀人的恶魔弄得浮躁惶恐。3大教会的非凡者们正在做全程性的排查和搜索，机械之星队伍能分配到这个不重要展览的人员肯定非常有限。这里最值得保护的是罗塞尔的日记。许多野生的非凡者很崇拜大地，认为那些独创的符号书写着深层次的神秘，有窃取的动机和能力，所以看守者的重心肯定是在那个展厅回去到灰物质上占卜一下，和我的分析做印证。不过得预先验证是不是亵渎之牌，要不然冒着一定的危险，费了极大的力气，结果却偷回去一张普通的书签，那我还不如躺回墓地里。该怎么验证呢？这不可能等我再次潜入的时候做，而现在也没机会，得找别的人帮忙啊，务必谨慎。克莱恩神情专注的跟在讲解员后面，似乎听得非常认真。魔术师小姐，她是学徒，能够穿墙越门，和持有万能钥匙差不多，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但她才序列9，潜入验证这个任务对她而言太危险了。修小姐，不行，她根本就不是这块料，让她找窃贼帮忙。不行，这里有非凡者看守，窃贼大概率被当场捉到，从而暴露出有人在打罗塞尔书签主意的事情。沙伦小姐，她实力足够，状态也适合这种任务，可问题在于，亵渎之牌是足以让绝大部分非凡者彼此厮杀的神物，我现在还信不过他。克莱恩思绪转动，分析着自己能找的帮手。渐渐的，他锁定了一个对象，正义小姐。她家世不凡，属于贵族，有没有可能利用钱财和权势，以感兴趣为借口，触碰到那张书签？机会不小，而且这办法不会惊动到谁，有利于我之后潜入窃取。克莱恩越想越觉得可行性很高。至于怎么验证的问题，因为亵渎之牌反占卜反预言，他暂时只能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尝试着破坏一下那张书签。反占卜反预言不是说对藏着亵渎之牌的某件物品采用类似的手段，会得到失败或被干扰的结果，那样一来，不是等于不打自招吗？这真正的意思是，即使拿到了亵渎之牌，对他占卜也等于对一件普通的事物占卜，等于对他伪装成的那件普通事物占卜。反正我是猜不出来大帝设置了什么开启密码，只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法确认。
如果亵渎之牌确实可以被破坏，那就只能说我和他暂时还没有缘分。以大帝的喜好，或许我可以是一个开启皱纹。他曾经在日记里开玩笑说，想要我的财宝吗？那就到迷雾海的尽头来寻找吧。而亵渎之牌正是宝藏的一种。开启皱纹设定为 One Piece 对应的古赫密斯语单词。不对，这样一来将不存在有谁能获得的事情，除非出现第二个穿越者。这不符合大帝制造混乱破坏秩序的想法，所以海盗王对应的赫密斯或古赫密斯语单词。克莱恩慢慢确定了想法，愈发关注起展厅的布局。在那位女性讲解员的引领下，他们离开复原的书房，进入了另外的展厅。等到一切结束，可以自由活动后，克莱恩略显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抱歉，我想知道盥洗室在哪里？楼上吗？不，楼上是办公区域，你沿着这条路直走，然后左拐，就能看见了。女性讲解员礼貌地指了个方向。趁这个机会，克莱恩摸清楚了盥洗室与几大展厅的位置关系，并于脑海内初步勾勒出了一张大致的布局图。中午时分，他什么都没做的离开了王国博物馆，返回了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原本想直接以愚者的口吻吩咐正义小姐，告诉她自己的眷者需要帮忙，但仔细想了想后，觉得这有些破坏愚者先生的形象。作为一位高深莫测的大人物，必须表现得淡然一点，不能老是替眷者请求帮助，至少不能一次又一次的亲口提这种事情。克莱恩思考了一阵，迅速有了办法。他决定把眷者祈求帮助的画面和声音直接传递给正义小姐。这个过程中，愚者先生什么都不说。克莱恩吐了口气，拉上窗帘，揉了下脸颊，开始向自己祈求。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我祈求一定的帮助，祈求有人帮助我接触罗塞尔创意手稿里夹着的那张书签，帮助我对他做很小的很难被发现的破坏，并告诉我有什么反应。期间可以默念海盗王对应的赫密斯语或古赫密斯语单词，不管是谁提供帮忙，即使什么反应都未出现，我也愿意给予500磅做报酬，这从还未支付的5000磅里扣除。如果有反应，我愿意给予更多。做完这一切，克莱恩等了片刻才进入灰雾之上，看见了呈现自身祈求画面的光幕。占卜出夜入王国博物馆窃取书签之事有一定危险，但不算很高。以后他提取那些祈求信息，将马赛克加厚加多，把嗓音调整的略微失真，接着丢入了象征正义小姐的虚幻星辰内。